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又双弱陪跑，冤吗？今年白玉兰、吴越力压樱桃，赵丽颖夺下视后，和渣男陈俊生在6年后顶峰相见，戏剧的连罗子君也忍不住来凑个热闹。场内大奖一般完，场外关于赵丽颖陪跑冤不冤的讨论瞬间拉开混战。与其围观CX， 不如就来科学分析一下3次入围3次错过的小赵，这次冲奖失败真的冤吗？他距离第一座主流奖项还有多远？1. 因为去年的白玉兰停办，今年2届和1届确实有神仙打架，6大门派围攻光明顶的阵势。5个视后提名中，偏冷门的是孙俪和谭卓。孙俪不被看好倒不是演技有什么问题，次要原因是《理想之城》已经播出2年了，离颁奖季太远，相对是比较吃亏的。而主要原因是他已经凭《辣妈正传》和《芈月传2》封了，地位和蒋雯丽、宋丹丹并驾齐驱。白玉兰历史上还没有诞生过3封视后，这种历史之最的传奇记录很难轻易打破，除非孙俪拿出碾压级别的实力，否则很可能就此变成白玉兰吉祥物，次次给提名，次次不给奖。至于谭卓，他的角色其实是5个提名中我最喜欢的。谭卓在对手中饰演了一个风情万种的间谍，一边为钱发愁，深陷在拮据困窘的生活中，一边又是个心狠手辣的冷酷女杀手，和陌生男人推杯换盏，牺牲美色套取情报。总之是一位以往国产剧中没怎么见过的女性角色。虽然谭卓的表演足够惊艳，但对手有个很大的硬伤，就是剧不够出圈，甚至很多人还把它定义为冷门好剧。所以在颁奖前，公认为机会更大的是樱桃、赵丽颖和吴越。从影响力来看，人世间全方位吊打，郑娟大爆出圈，县委大院风吹半夏，在她面前都不够看。从获奖履历来说，吴越最单薄，是首提白玉兰女主角，她此前担纲主演的作品不算多，只凭我的前半生提过女配角，最终输给了罗子君的妈妈老戏骨许娣。赵丽颖是第3次提名，相比前作《花千骨之否》风吹半夏中的灰色女企业家许半夏明显更立体，也更能体现演员演技。樱桃凭鸡毛飞上天拿过1次白玉兰，并且已经解锁电视剧奖大满贯成就，这次想2封是难上再难，务必要炫出超越前作的演技。至于表演难度，郑娟这个角色樱桃完成的堪称完美，从清纯少女演到中年妇女，将一个身世坎坷、遭遇苦难又能咬牙面对的坚强女性演得细腻有层次。但樱桃演年代戏实在是太多太得心应手了，郑娟之于她的新鲜感有，但不多。而风吹半夏的许半夏是一个在商界摸爬滚打、独自闯荡的女强人。角色的亮点在于复杂性，许半夏不是一个纯粹的好人或奸商，她头脑聪明，处事果断，手段上却有圆滑市侩的一面。赵丽颖的演绎也算精准，复杂人设下的角色魅力被她消化吃透，完整呈现。扣分点则在于太顺拐了。都说赵丽颖在这部剧中跳出舒适圈，挑战灰色角色，但客观点，不管是隐忍的盛明兰、强势的和幸福，还是野心家许半夏，本质上都是一个形象，那就是聪慧坚韧，一路打怪升级，走上人生巅峰的女强人。在不同的时间、空间里演不同扮相和经历的女强人，要说这有多挑战自我，有点勉强吧。至于吴越，她饰演的基层干部艾先知，毫无疑问是最难的，因为这是一个我们天天在新闻中能看到的人物。这类角色看似寻常，但只要有一点尺度没拿捏到位，哪怕是一个简单的揣兜动作，观众都能敏感察觉到。从衣着到姿态，
说话语气到动作反应，吴越确实把一个做事雷厉风行、爽辣无情的中年女干部演得出神入化，让人信服。而且论发挥空间，风吹半夏更多的是戏捧人。小赵有能力调动了最好的制作班底，给足100%的 highlight 时刻来发挥演技成就自己。而县委大院是典型的人捧戏。简而言之，他不是托表演的戏，剧中最大牌的不是他。吴越能拿到的演技时刻有限，但还是在一个群像戏中突围而出，成为最大闪光点之一。两相比较，赵姐输得不冤。2. 一直在白玉兰门口转悠的赵丽颖，到底啥时候能上桌？这个问题真的是老生常谈了。往前倒推赵丽颖的2次入围，第一次凭借《花千骨》剧在当年大爆，她饰演的花千骨前妻单纯后期黑化，和过往傻白甜的形象有比较大的突破，给个入围及肯定，基本上就是来感受一下氛围。2年后携《知否王者归来》，结果正面撞上2座大山，蒋雯丽正阳门下小女人，姚晨都挺好，被按在地上残暴摩擦。虽然3次冲奖都以失败告终，但赵丽颖选的本子还是很能体现野心的。前几年正午是刷奖的金字招牌，她立马就合作了《知否》，即使演技还不足以和老戏骨同台飙戏，但实际在手，也算是成功转型。后来爱奇艺的迷雾剧场刮起一阵狂风，她主演《谁是凶手》顺势跟上，更不用说《幸福到万家》这样底层人物加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，简直是撸奖buff叠满了。赵姐这颗冲奖的心那是明晃晃亮晶晶，但不知怎的，给人感觉就是差点意思。这问题在于她的咖位太高，不可能去冒险试错，只能复制别人的成功模式。高情商的说法是前人摘花后人乘凉，低情商的说法是捡别人吃过的，所以导致她不管是搭正午还是做大女主剧，都慢人一步。白玉兰往前数5届，事后分别是30而已，童谣少年派闫妮正阳门下小女人蒋雯丽，我的前半生马伊琍，鸡毛飞上天樱桃。类似风吹半夏这样的创业女性角色，5年内已经给过樱桃和蒋雯丽了。这俩不管是角色深度还是诠释难度，都明显是超过许半夏的。也就是说，赵丽颖跟自己的前作比是进步的，但放在白玉兰的评审范畴内，谈不上精彩和新鲜。吴越在拿奖后有一段采访引起讨论，大意是不会盲目追求大女主剧，目前更专注表演本身。他能说出这段话也不是平白无故。金鹰奖的上一个是后世人世间的樱桃，飞天是山海情的热依扎，再加上白玉兰去年的童谣和吴越，获奖人都不是出自所谓的大女主剧，甚至连入围名单里称得上大女主的也不多。从前几年的人人追逐大女主到破除大女主迷信，如今的创作趋势明显已不再是大女主靠题材就能乱杀的时代了，红利早已吃完。不管是对观众的吸引力，还是主流奖项的中奖率，都在一步步趋内。而且从去年的《山海情》觉醒年代横扫到今年县委大院人世间双黄蛋，能看出白玉兰在评选上更加主旋律化。童谣去年能在热依扎手中抢下女主角，也被认为是沾了30而已是上海都市剧的光。综合来看，赵丽颖的人气加成，对今后奖项的归属可能也会逐渐减弱。3. 不过赵丽颖的大女主之路，相信短期内是不会偃旗息鼓的。都说赵丽颖是85花中转型最成功的，但拉一下她的作品表，也是最神奇的。知否成功后，粉丝都在画正剧大饼，结果她产后复出的作品是养活一批 B 站 UP 主的吐槽神剧《有匪》，连续主演了《幸福到万家》《风吹半夏》，这次都以为姐下定决心要珍惜羽毛往正剧圈冲刺了，然后她掉头宣了一部《古偶与凤航》。其他人是直接放弃转型，躺平在舒适区。赵丽颖是神一步鬼一步，
薛定谔都猜不到他下部剧的走向。一边憋着劲想演技得到主流认可，一边又舍不下奋斗多年积攒来的巨大流量，所以不得不定时接演一些高曝光度和讨论度的古偶大女主。这条鱼与熊掌想兼得的贪心路，黄晓明曾经也走过。前脚凭《中国合伙人》拿了金鸡影帝，后脚就贡献了《白发魔女传》《知名月天国》和《以声消没》《横冲直撞好莱坞》等一批豆瓣不及格的烂片。既要又要的结果，就是你都拿了2座金鸡影帝，代表作依然是。演戏就像画皮，角色是最重要的胭脂，越好的角色就能帮助演员重建自己。而赵丽颖是画一层，卸一层，再重新画，再卸，如此反复横跳的弊端，就是明星特质永远高于演员身份。所谓的星光变成了横在她跨向实力派的一道天堑。风吹半夏即使被黑子批颜值下滑，土里土气，但和樱桃的骆玉珠放在一起，谁是明星谁是演员不言而喻。这就是赵丽颖面前的尴尬，上有功成名就的大青衣，下有热依扎、刘雅瑟等异军突起不在一咖位的85实力派，她卡在中间，前怕狼后怕虎，两头都想靠，结果陷入怪圈，在流量圈里当演员，在演员圈里做流量。不过流量转型一直都是结构性难题，并且失败案例远高于成功。赵丽颖和粉丝也不用急，看看白玉兰知名怨妇海清，履历里就差一个白玉兰就电视剧奖大满贯了，结果10年征战4次陪跑，见证宋丹丹2次拿奖封神，目送樱桃成就大满贯。这次拿奖的吴越和赵丽颖同年纪的时候，还在上海电影节拿新人奖。前辈们都在这条路上走了很多年，以赵丽颖手上的资源和冲奖的魄力，只要能坚持，早晚会上桌的。